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今天婆婆出门办事，偶然帮我接了一下女儿，回来后就看到婆婆一脸怒色，女儿满脸委屈。我连忙上前拉过女儿，搂在怀里。我的秋秋怎么了？婆婆阴阳怪气地开口：你自己问问，今天她犯了什么事儿？我问：谁欺负我的宝贝女儿了？婆婆白了一眼，这孩子也忒小心眼儿了。几个男生课间游戏的时候，就随口说了一句不和他玩，他就要和别人打架，结果被从蹦床上推下去了。这不是自作自受吗？我脸色一下变了。操，哪个王八羔子推的？我连忙掀女儿的衣袖，有没有哪里伤到？我还没说完呢。秋秋，你说是谁干的？妈妈去学校给你撑腰。秦熙宁，婆婆已经不耐烦地直呼我名字了。我还没说完。哦，我冷着脸，你说吧。然后呢？你家宝贝女儿根本没伤到，因为她用502胶水把一个男孩粘在了蹦床上，一个粘在了滑梯上，还有一个粘哪里了？还有一个打哭了。我竖起大拇指，真是妈妈的好大儿！你就是这样教育女儿的？哦，我是说，我假装对着女儿怒发冲冠。你看看你，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大儿啊！女儿心领神会地眨了眨眼。婆婆把装着水果的袋子扔在了地上，秋秋准备换鞋。我却说：秋秋，妈咪带你出去吧。秋秋问我去哪里，我说游乐场，蹦床是吧？管够！看着婆婆顿住的身影，我觉得她距离高血压应该是不远了。等红灯的时候，秋秋说：妈咪，其实今天那群男孩是想欺负韩寒来着。我思索了一下，韩寒就是那个父母离婚的女孩吗？秋秋点点头。他们说韩寒爸爸不要他了，是个垃圾，想在蹦床上把他绊倒出丑。我就跳上去和他们理论了。我顿了顿，韩寒那种孩子的处境我能理解，因为前世的最后，我和秋秋过得远不如那个韩寒。在我坚决拒绝生二胎后，公婆就没有过一天好脸色。至于我老公，呵呵，前世没记错的话，1年半后他的私生子应该出生了。然后我和女儿被赶出家门，一无所有。玩了2个小时，还吃了顿大餐回来，婆婆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一个女娃娃，天天抛头露面的。我解开手上的卡地亚手镯，扔到了桌子上，不轻不重的一声，婆婆吓一跳，短暂的闭上了嘴。我柔声看着女儿：秋秋累了吗？要不要回房间休息？秋秋点点头，今天太吵了，我去睡觉了。婆婆的脸色更差了。秦熙宁，你知道吗？涛子的小学同学又生3胎了。哦，我打开茶几下的盒子，手指在几十瓶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之间徘徊。人家2胎都有一个儿子了，都又生了一个，现在都俩儿子了。我选中了一瓶墨绿色的。你说女人啊，不多生几个孩子，有个儿子继承香火的话，和不下蛋的鸡有什么区别？我拧开盖子，开始涂中指。秦熙宁，我说话你在听吗？啊！我把指甲油拧回去放好。你表个态，说几句啊？哦，我竖起中指甩了甩。我就是不太懂。什么？好好的，为什么要做鸡？婆婆摔门而出。我继续吹我的指甲。我生女儿的时候胎位不正，吃了很多苦，而且女儿乖巧懂事，小年纪已经知道了很多人情世故，所以我说什么也不会再生一个。前世我虽然态度坚决，但自觉亏欠，对老公和公婆态度都毕恭毕敬，除了生孩子之外，其他事情都全力顺从，结果换来了我受尽冷落，换来了私生子登堂入室，换来了我和女儿一无所有，任人欺凌的下场。
这一事，我从2年前重生开始就转变了态度，反过来对他们夹枪带棍、阴阳怪气、冷嘲热讽。结果生活并没有改变，因为生活嘛，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而我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身体好了，才有力气让他们全家将来也一无所有。事实上，我早就开始行动了。趁着他们做自己的事，我揣着2个盒子偷偷来到秋秋的房间。小一点的盒子是理查德米勒的一块手表，这个牌子的手表吧，最大的特点就是丑。800万的手表看着像80的电子表，没有一定的识货段位的话，真的是扔在桌上都没人要。我指着这块大半年才等到的1200万的荧光黄限量款手表问秋秋：“你喜欢这个手表吗？”秋秋没有任何犹豫地摇了摇头。我赞许地点点头，那我就放心了。要是孩子喜欢，将来变卖的时候还真不一定舍得。然后我又打开另一个大盒子，是160万给秋秋定做的红宝石王冠。没有哪个女孩子会不喜欢这些的好吗？果然，秋秋爱不释手，带着让我拍了好多照片。末了，我叮嘱秋秋，爷爷奶奶问起来，就说88买了学校活动用的。知道的妈妈，不用的时候我都会好好锁起来的。我的心里又踏实许多。今日份转移财产进度增加1%。重生后的2年里，家里已经有1小半的财产变成了包包、首饰、女士手表，大部分房产直接转到了秋秋的名下。至于另外1小半，已经变成各种金首饰，存放在了我父母的祖宅墙缝里。算算日子，小3还有半年才会怀孕，是时候准备动手了。我丈夫刘松涛今晚又没回来，我也乐得清闲。事实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他夜不归宿。想来前世也是我傻，公公婆婆原本天天催我们造人，后来夜不归宿都不管了，可不就是默认让他和小3生儿子去了吗？但这一世，我就要利用这一点。为了表面的顾家，他不会连续夜不归宿。第2天，司机把他送回家的时候，脸上还有宿醉。他又睡了大半天，直到晚上才稍微清醒了一点，然后抱歉地告诉我，昨天生意谈太久了。呵呵，他的生意怎么样？我其实一清二楚。我父母去世后，家里的公司就几乎全交给刘松涛了。我原本也没有算计，一家人嘛，好好过日子就行。但今生先把他们家里的钱掏空才是正事。刘松涛似乎是怕我生气，上前搂住我：“老婆通融一下，我给你买几个包包赔罪。”我强忍恶心：“好啊，给我买个梵克雅宝新款的手表吧。”刘松涛麻溜地给我转账。对于我这2年突然的大手大脚，他们不可能一无所知。婆婆曾经阴阳怪气过多次，都被我一一放大反弹了回去。加上我偶尔也给她买点不太值钱的小东西，打个巴掌给个甜枣，也就过去了。而刘松涛也不管我的原因，我心里大概能猜到，他应该也给小3买了不少东西吧。不过他肯定想不到，和什么爱马仕包包、小钻石手镯这些小打小闹相比，我动辄几千万的转移才叫大风大浪。何况他给小3的，将来我会一个不漏的全部要回来。此时，婆婆端着醒酒汤过来，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我无视她的态度，连忙端起来，一口一口喂给老公喝。她摸摸我的头，还是我老婆最好。婆婆鼻孔快要能当高压锅排气孔了。我趁机又要了一条满钻项链，婆婆一把夺走空碗，跺着脚回到了厨房。越是这样，他们才越是觉得我是个只会和婆婆斗气、鼠目寸光、脑子里只有买包买珠宝的肤浅女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刘松涛像八爪鱼一样紧紧搂着我。我本想挣开，但又想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能搂着女人的夜晚了。我任他搂着，在他睡着后，把他的被子全踢一边去了。第二天早上，他果然咳嗽流涕，头痛欲裂。我贴心地抠出2粒头孢给他服下，他抱着我亲了一口，下楼咬了2口三明治就走了。一切只等晚上的酒局。12点半，我提前雇好的私家侦探给我发来了我老公在酒局上猜拳的视频。我蹑手蹑脚地走出门，打开提前安装在门缝的微型定时屏蔽仪，8个小时足矣。我在地下车库又等了一会才出发。半路上，私家侦探打来电话，告诉我出事了。我到达的时候，现场已经乱作一团。我老公已经出现了双流轮样反应，奄奄一息。而那位只有前世见过几面的小三，正把头埋在一个天然卷的男人怀里哭。我偷偷拿出私家侦探让我提前准备好的眼药水滴上，然后嚎啕着扑上前。在我的努力下，大家又乱了很久，才有人想起来打个120。救护车到之前，我强装镇定地让大家回去醒酒，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熙熙攘攘间，我听到有人在说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啊，哭得眼睛都通红了，还想着大家的去留。我抹了把真实的眼泪。是啊， FX 眼药水太辣了。我坐着救护车到了医院。拉进手术室的半个小时是我最紧张的半个小时。然后我看到医生一脸哀痛地走来，顿时我的眼泪从嘴里、眼里一起流出来。医生说完场面话，我就流着泪火速签下了放弃治疗同意书。然后我迅速联系火葬场，加了3倍的钱插队取号。刘松涛不太好烧，足足4个小时才成灰。我选了个殡仪馆里最贵的骨灰盒，玛瑙的，要价30万。而律师已经给我拟好了告小三的诉状。回去的时候才不到7点。我抠出门缝里的屏蔽仪，然后如同泼妇一般开始砸门。今天我特地没带钥匙。婆婆带着起床气打开门，看到是我，顿时怒火冲天。秦熙宁，大清早的干什么？我抱着骨灰盒扑通跪下。涛子他没了。然后我受了这一世唯一的一顿打。公公婆婆看着自己手机里的无数个未接电话，再看看我手里的骨灰盒，2个老东西对着我的脸左右开弓。可是儿子爱喝酒是真的，自己喝死了也是真的，何况桌上还有他们默认的小三。而他们自己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夜里竟然只顾睡觉。2个人打完我，又互打了一顿，而我狼狈地拎着包滚出家门，顺便处理掉了屏蔽仪。清早砸门时，我已经闹醒了很多邻居。现在知道这茬事之后，大家又看到了我被打肿的脸。儿媳妇半夜给老公料理破事，还跪在地上挨了一顿打。虽说火化的确实快了点，但是2位老东西从此晚节不保了。其实这一世还没有私生子，火化本可以不用那么快，但我从昨晚的酒局开始，心里总是隐隐的不安，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原本是公婆办理各种死亡手续，我安心等上诉小三归还夫妻共同财产的案子开庭即可。可是几天后，小三自己上门了。当我办理完公司法人变更回来的时候，小三和公婆围坐在客厅里。小三赵心得意地告诉我，她怀孕了。我脑子轰的一声，这一切比前世提前了5个月。可我迅速就冷静了下来，并且庆幸我把刘松涛提前火化的行为。我听到自己平静地问，你说孩子是谁的？小三赵心得意地摸了摸看起来只有赘肉的肚子，当然是你老公刘松涛的。我点了点头，似是才反应过来，
我亡夫的，亡夫两个字应该是刺痛了婆婆的神经。她站起来就开始骂我：你这个毒妇，我们都没有好好看她最后一眼，你就把她火化了。你这个毒妇，我告诉你，欣欣肚子里的很可能是个儿子，是涛子的正统继承人。你家的破公司可以归你，但是其他所有的财产，你一分也别想得到。我扑哧笑出声：你笑什么？妈，我知道你们不太懂法。我从包里掏出一本法典，翻好放在他们面前。您好好看看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又拿出另一本扔在小三面前，这两段法规大声读3遍。公婆变得面色难看，小三的嘴也抽搐起来。我微笑，如果看不懂也没关系，我给你们概括一下。总的来说，除非我书面同意让我的亲女儿秋秋和你赵鑫肚子里的野种做亲子鉴定，且结果为有血缘关系，你的孩子才能有继承权。否则，不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涛子的，或者哪个阿猫阿狗的，你都不会拿到1分钱。你猜，我会不会同意让秋秋和你的孽障做亲子鉴定呢？婆婆把法典摔到我脚下。你以为这就可以了吗？婆婆恶狠狠地指着我。你不同意有什么用？秋秋现在可是和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说着仿佛觉得抓到了我的把柄，神情得意起来。只要秋秋一根头发做了鉴定，你就什么也得不到。我的笑容冷了下来。原本我还想着，如果这件事得到妥善解决，我也不会太为难他们。现在住着的这套房子，我可以就给他们。但秋秋是我的逆鳞，想动秋秋一根头发，既然不能让她死，那就等一个凄惨的晚年吧。我手一伸，攥住了站起来的婆婆的领子，用放大的音量说：除非我的书面同意，否则一切都属于非法取得证据，不会有用的。而且，我一把推开婆婆，她跌坐在沙发里。如果谁敢动我的秋秋一根头发，我盯着赵鑫的肚子，让你们断子绝孙，让赵鑫用最痛苦的方式失去骨肉，我都做得出来。室内一时寂静无声。最后是公公开口：你忘了还有一个办法。他看着赵鑫，可以让欣欣的孩子和我做鉴定。我看着他们瞬间又恢复小人得志的脸，觉得他们的脑子确实是可以全新的捐了。行啊，我拨通了一个电话，魏秘书，帮我去订几个横幅，对，最大最红的那种，字用绿色，内容就写恭喜刘仁奇同志老来得子，喜得2胎。我公公的脸顿时和字一样绿了。可还没完，下半句恭喜郑运芳女士喜当后妈。婆婆冲上来抢过我的手机，挂断了，却不敢打我或者摔了我的手机。上回我用红肿的脸已经击碎了他们的名声，再有一次这样的事传出去，以后怕是没人陪他们下棋跳广场舞了。我看着这3个人，就算不考虑隔代做鉴定的误差更大，即使做出来有血缘关系，我也可以第一时间让所有人知道，赵鑫肚子里的是你们出去乱搞得来的孩子。不过赵鑫就可以和你们分财产了哦。你们自己名下的有哪些财产呢？我想想啊，我做出努力思考的样子。楼下的 Toyota， 老家的自建房，可以你们4个分分。到时候赵鑫开着公公的 Toyota 追着日落也不错。这段时间里，赵鑫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公婆也终于败下阵来。我原本想等这几天忙完了再带着女儿搬家，但现在我等不了了。赵鑫没有走的意思，于是我当着他们的面联系了搬家公司，等我拿到一切，把他们赶走。这套房我得赶紧折价卖了。脏。于是他们平静地看着搬家公司一箱一箱地抬走女儿的书籍，其实里面加了很多房产证，几个亿吧。
他们继续平静地看着搬家公司搬走女儿的几箱小玩意儿，塑料感的丑不拉几电子表，不值钱的发廊胸针等。其实3块手表4000万，发廊胸针背后是镂空的，藏着1颗6克拉的蓝钻，还有很多玄机。这一箱子也就2个亿吧。他们又看着搬家公司搬走一柜子女儿的饰品，婆婆忍不住拦了一下，打开看了看，我从鼻子里发出不屑的嗤声。看来你还想抢5岁女孩的小王冠戴呀！婆婆一把合上柜子，切，女娃娃的小东西上不得台面，于是又大几千万的上不得台面的珠宝运了出去。当搬家公司扛起我放奢侈品包包的保险柜的时候，公婆脸色开始不好了。她看着镶钻的喜马拉雅，限量的鳄鱼皮 Kelly， 后槽牙要咬断了。最后挑选，从里面拿走了一个2万的大托特包，说着是他儿子生前买给他买菜用的。我没拦着，又是8、900万运走了。但搬家公司准备拿起珠宝柜时，婆婆终于不同意了。秦熙宁，这些可不是给你一个人的哦。我拎起其中一个3层毫镶的粉钻项链。您是去了公司宴会，还是去了豪门太太的下午茶？或者您跳广场舞的时候需要这个？你，婆婆一把夺过项链，另一只手叉腰。我不管，这珠宝你不能带走，这是一家人的共同财产。你要是带走这些，我现在就去你公司门口闹，以后谁也别赚钱了。我冷冷地盯着她，最后我从柜子里拿走了3、4件相对朴素的珠宝，而婆婆当着我的面冷笑着要把项链往赵鑫那里递。我看着赵鑫说：“你可得好好养你的胎，万一孩子没了，你可什么都得不到。”听到这话，婆婆把手又缩了回去，而赵鑫最后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给我等着。”我冷着脸，带着大把家产扬长而去，然后顺手给私家侦探又赚了一笔钱。感谢私家侦探的多嘴，我才能想到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法。最近小半年，我几乎天天带着不同的珠宝出门，但不会有人知道。我出门后，转头就去了银匠铺，把那些豪华的铂金镶钻首饰复刻出了银镶莫桑钻和有色水晶的仿品。等仿品做完了，我带着正品出门，锁进秋秋名下的房子，再带着仿品回家，若无其事地锁在珠宝柜里。为了不被察觉，我可是加钱在925纯银表面加镀了一层铂金呢。我最后拎走的是柜子里仅剩的几件珍品，谢天谢地，当时我可差点没绷住笑出来。现在家里应该就剩下一些昂贵的家具、几十万现金和一堆假珠宝了。哦，还有30万的玛瑙骨灰盒。而我和女儿先搬进了一个安保极好的高档小区，至此，独立、有钱、有漂亮女儿的寡妇生活开始。只是我总觉得赵鑫的反应有点奇怪，他只是说怀了刘松涛的孩子之后就太不主动了，尤其是他本应该是最积极要去做亲子鉴定的人，难道他有什么后手？我留了个心眼布置了人，暗中监视公婆和赵鑫的举动，尤其是防止赵鑫带着刘松涛生前送他的贵重物品跑了或者变卖了。距离开庭还要一段时间，我已经把相关材料证据和最好的律师都准备好了。女儿知道自己的父亲没了之后，哭得很伤心，可没有人知道，上一世秋秋和丧父也没有区别。我们母女俩没有钱，日子过得更惨，后来被同学霸凌，也敢怒不敢言。而他的亲生父亲呢？那时正抱着儿子给他挑小衣服呢。后来有一天，我开着一辆2手车送秋秋上学，婆婆居然打电话让我把女儿的户口迁走。我情绪激动，车辆高速撞上了护栏，
可这一世，秋秋不会再有这样的烦恼。我旁敲侧击加各种送礼，让秋秋的老师留意秋秋在学校的状态，确保她不会因为家庭变故而受人欺负。然后我把女儿的名字从刘石秋改成了秦石秋。秋秋本人表示，改完好听多了。之后我又给秋秋开了个账户，把那些天价手表、浮夸的珠宝慢慢变卖了存进去，然后带着女儿吃喝玩乐，胡吃海塞。今天女儿吃到第2份章鱼小丸子的时候，私家侦探给我发了一张图，是赵鑫和别的男人吃饭的图，不过是男人在为她举止要多亲密有多亲密。我觉得并不意外，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可不就是备胎无数无缝衔接吗？可是侦探让我仔细看看，照片上的男人只有背影，我实在是看不出个啥。侦探急了，发语音来：“姐，你好好看看，这个男人是那天酒局上的那个。”我看着背影上模糊的天然卷，蓦然有了印象。侦探直接打电话来：“姐，我查过了，你丈夫去世的那个晚上，酒局散了之后，他俩在一起开房了。”我脑中顿时犹如闪电划过一般，难怪这一世赵鑫怀孕的时间提前了。因为如果这一世我没弄死刘松涛，这一晚赵鑫本该和刘松涛在一起。前世她和刘松涛的这一晚并没有怀孕，而这一世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所以这个孩子根本不是刘松涛的。短短一通电话下来，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滑得几乎拿不住手机。秋秋问我：“妈咪，你没事吧？”我强行站定，笑了笑。这一天，我是喊代驾开的车，我要稳稳地进行每一步，保证自己和女儿的安全，不重蹈前世的覆辙，才能摁死他们每一个人。我回到家，哄睡了秋秋，开始联系律师和私家侦探，一个拍证据，一个理材料，有条不紊。同时，我花大价钱把门窗都换成了防盗的，加装了好几道锁和好几个报警系统。我本来想在卧室装个防弹门，但律师觉得以他们的水平应该弄不来枪，就作罢了。一切准备就绪。几天后，在赵鑫去公婆家套近乎的时候，我用钥匙拧开了大门。公婆和赵鑫看到我，都是一愣，随后露出防备的神情。我嘲讽地掏出一包酒精棉片，擦了一遍对面的单人沙发，才拿着一个信封坐下。他们看到我消毒的举动，神色难看，于是第一场交锋就让他们败下来了。秦西宁，你又来干什么？搞笑？干什么？这套房现在在秋秋的名下，我是秋秋的亲生母亲，我来不得。所以呢，我们还是秋秋的亲爷爷奶奶呢。婆婆的脸涨成了红色。我告诉你，等我的孙儿出生，这套房就是我孙儿的。你听听，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们说自己是秋秋的爷爷奶奶，多么嘲讽！我盯着婆婆笑了起来，笑得3个人都有点头皮发麻。看来您是铁了心要用亲儿子的房子给别人养孙子了。什么？秦西宁，你在嚼什么舌头？我看着赵鑫的脸色迅速灰败，心中便了然。原本我还担心那1/1000的可能。我把信封甩在茶几上，全部是用防水相纸打印的最高清版放大照片，一张张都是赵鑫和一个显然不是刘松涛的男人的亲密举动，甚至还有几张是酒店窗户外拍到的，特带劲儿。但是只能我们4个看，尊贵的会员也看不了。我还贴心的给每一张都加了塑封，防止有些人发疯把证据撕了。一张张翻过去，公婆的脸色越来越差，直到最后，婆婆一巴掌扇在赵鑫脸上：“贱人，你居然还有别的男人！你还我孙儿！”我又一次差点没忍住笑。赵鑫还试图狡辩：“不是的，郑阿姨，
你听我说。最后婆婆揪住赵鑫的耳朵，你要么现在就和我去医院做孕检，去看看胎儿发育多少天了。如果和涛子出事那天时间相吻合，我要你的命。赵鑫心虚地跌坐在了地上，婆婆也摔倒在地，嚎啕大哭。我的孙儿，我们家的香火断了呀！我没有孙儿了。明明秋秋是他们的正经孙女，可他们却视若无睹，哭诉着没有孙子就等同于断子绝孙。我对他们的最后一丝恻隐之心烟消云散，那就断子绝孙，一无所有好了。我告诉赵鑫，不日我和你会在法庭上相见，那些刘松涛为你消费的高档吃喝享受，就当是我这个正妻对你这种贱婢的施舍了。但是他送你的那些奢侈品，你最好一样不差的还回来。看他准备开口，我打断了他，我可以查他生前的流水，你最好不要让我的账单对不上，不然我大手一挥，告上法庭，你会赔得更多。你说是不是就不划算了？赵鑫张开的嘴闭上了，整个人的状态像被掐住脖子的鸡。这一回没有人帮他说话了。后来根本没有等到开庭，赵鑫就把东西都打包回来了。而他没想到的是，我会带着鉴定师来验收。我那时监视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在包包真假上做了手脚，于是在鉴定师的火眼金睛下，那些被他换成 A 货的假包纷纷无所遁形。看起来那些 A 货做工精细，应该是也得几千块的精仿级别。最后赵鑫带着10几个下血本买的几千块精仿假包滚蛋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当然这是后话，紧接着要收拾的就是2个助纣为虐的老东西了。我转头环视这一屋子东西，转头问公婆，这些东西3天够不够？什么够不够？秦熙宁，你在说神？我是说我拢脑后的头发。你们搬出去3天够不够？你说什么？你这个贱人！婆婆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秦熙宁，这个是我儿子买给我住的房子。我淡定地点点头，我知道啊。我指指还没下葬的骨灰盒，盒子里这位买的。秦熙宁，你够了，这次是公公拍的桌子，你非要这么赶尽杀绝吗？我笑了，赶尽杀绝？你们当初以为自己有了孙子的时候，有想过给我和秋秋后路吗？只怕是想着让刘松涛转移财产，等孙子一出生就和我离婚，让我净身出户吧。我们没有。公公哽着嗓子喊道，是吗？刚才你们可是口口声声说要把秋秋的房子给某个孽障呢。2个老东西难得的心虚，我把房产证摔在他们眼前。我再重申一遍，这套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秋秋的名字。秋秋说一切由我做主，所以给你们3天的时间搬出去。你休想！婆婆喊道。我伸出2根手指，2天，1周可以吗？公公问。1天。我抽出一张酒精棉片擦了擦手。你们以为赖着不走就行吗？我摸摸珠宝柜里的项链，自己老老实实搬走。这些包包、珠宝，我还能让你带走，否则你们就好好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净身出户。公公脸色煞白，最终他说3天就3天吧，我们搬走。不，我笑着伸出手指，我刚才说了1天。秦熙宁，你不要欺人太甚。婆婆的手指都开始颤抖。1天的时间，我们买新房都来不及。买新房？我嗤笑，现在你们手里的20几万在这个城市买什么房？集装箱吗？2个人再说不出话，只剩嘴唇在哆嗦。这样吧，1天1夜，看在曾经做过一家人的份上，我后天来收房。我打开门，回头可别惦记那些红木家具，少一个桌腿，我都会起诉你们的。
之后，我把这套房的相关事宜全交给了中介和律师。一天一夜过去时，有几个彪形大汉拿着钥匙和伸缩棍进来，把他们没收拾好的东西全扔了出去。2个老东西走后，我立马进行了低价售卖，所得房款公开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用的是秋秋和刘松涛的名义，然后把捐赠凭证转手寄给了公婆。真好奇他们那时候的表情。回去的时候堵在了高架上，我随手清理了下车内，却在纸巾盒下发现了一根卷曲的头发。看来很久很久以前，小三就同时和那个天然卷的男人以及刘松涛不清不楚了。这卷毛竟然都随着小三带进刘松涛曾经开的车里的，真脏。我盘算着改天把车也卖了。我随手把纸巾盒整盒扔进车载垃圾桶，又带出更多的卷毛，真烦。我心想着，车里是卷毛，小三的证物照片里是卷毛，就连前世那个生出来的男孩也是卷毛。不对，不对，我迅速回忆了一下刘松涛的所有亲戚祖宗，没有一个是天然卷，也就是说，前世赵鑫肚子里的孽障也根本不是刘松涛的崽。可笑，前世他们把我和亲孙女赶出家门，然后用所有的家产养大了一个别人的孩子。刘松涛，你全家人就算是前世，也并没有好下场。恐怕孩子长大以后，你们也和前世的我，也和前世的秋秋一样，被净身出户，人财两空吧。这2生2世，你们都人财两空，你们本就不配有香火继承。高架下的街灯五光十色的亮起，我就在这水泄不通的高架上笑得直不起腰，涕泗横流。自此，我终于释然，放下过往，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我女儿成了亿万富翁，我也开始正式交接公司事务。这天，我在公司忙得头昏的时候，助理说地下车库有2个老人堵在车前要见我。我下去后，他们开口就是涛子的公司有一部分应该我们继承，我们也不要股份了，你这辆新车要归我们。我看着崭新的白色大 G， 只觉得搞笑。怎么，你们自己的车已经典当了？婆婆叉腰，你不用管，把车钥匙给我，我接孙子用。孙子？我眼泪都笑了出来。你接的是哪个孙子？你们新认的天然卷儿子和赵鑫肚子里那个吗？婆婆重心不稳，坐在了地上。秦熙宁，你要知道，你是需要赡养我们的。公公颤巍巍地说，你的收入是要给我们上交一部分的。听听，上交，多么高高在上的词，你们知道吗？我擦了擦车上刚才他们摸过的地方。赡养费是按月收入计算的，我现在给自己开的工资是1000元。我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如果你们对我态度正常一点，我愿意每个月给你们打500。至于公司，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这原本就是秦家的。如果再敢打秦家家产的任何主意，我恢复了冷脸。我保证你们的老年生活会过得比任何人都凄惨。人赶是赶走了，但并没有死心，大概是直接索要豪车不成。他们决定变卖珠宝。几天后，我就又接到了钱婆婆谩骂的电话。秦熙宁，我要告你诈骗。我好笑地问，您是哪位？预约了吗？说要告我，诉状呢？对面传来喘气声。呸！我不和你这种人讲道理。你这个贱人，居然用银子水晶这种垃圾糊弄我。糊弄？我笑出声。我什么时候说这些珠宝是钻石铂金的了？水晶算不得珠宝吗？我不管，你把那些钻石的珠宝交出来。钻石我有啊，我和刘松涛的婚戒就是。您要吗？要了就等于您主动断绝关系。您要吗？呸！我不信，你这么多买珠宝的钱被你吃了。呵呵，
我是花了很多钱买珠宝，可是呢，我清了清嗓子，都是以秋秋的名义，再苦不能苦孩子。我自己可以戴水晶，我女儿的王冠却必须是鸽血红，有问题吗？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不管不顾，无理取闹，脑子里只有孙子和自己的享受。你这个女人真是歹毒！钱婆婆咬牙切齿。过了一会儿，应该是有人给她出了主意。我不管，你今天之内必须至少给我送5条3克拉以上的项链，否则我就去公司闹。呵，我就知道，除了这几样，你们还会点别的吗？行啊，我慢条斯理地答应他。你来闹吧，我上次的横幅已经定做好了。郑运芳，我们要不要看看，是你来闹的速度更快，还是我彻底毁掉你们名声的速度更快？你会遭报应的。我笑出了声。报应？前世的养别人的孩子，今生我的重生，才是对你们最好的报应。我的报应，你们怕是看不到了。我的声音越发的冷。你只需要知道，你的歪心思越多，你的下场就会越惨。啪，电话挂了。后来他们还打听到我们现在的住址，想去和我女儿拉关系，而我的那些防盗措施都没来得及发挥用场，他们鬼鬼祟祟的身影就被小区保安发现，毫不留情地扔了出去，并且告诉他们再来就报警抓人。但冥顽不化如我的钱婆婆，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后来她还是去闹过一次，我直接找了几个大爷保安，最后尽是竖着进去的，出是横着出来的。私家侦探说得对，你大爷还得是你大爷。最后他们又去秋秋的幼儿园堵过秋秋。秋秋原本对亲爷爷奶奶还是有感情的，让我不要赶他们，可是堵的次数多了，秋秋也不是傻孩子，终于发现他们对自己只想榨取钱财。他们第5次上门时，秋秋自己叫了保镖。对此，我只能说自作自受。秋秋还问过我要不要找个后爸，但是不能是亲爸爸那样重男轻女不顾家的了。我笑着问，难道秋秋和妈妈2个漂亮女孩一起逛街不好吗？秋秋立马表示，后爸什么的还不如大猪蹄子。再后来，我听说赵鑫这一世没能生下孩子，那个天然卷男人原本以为可以借种换取一大笔钱财，结果贴了几万块，只得到一堆精仿的假包，还得养个私生子，又费钱又费家庭，这买卖哪个冤大头会做？所以拒绝了接盘，据说就给了赵鑫1000块打胎费。赵鑫也找过我几次，我同样给予条幅警告，年轻的女人还是多少要点名声，不然以后不好找接盘侠，就再也没敢出现。而我的前公公婆婆在这个城市僵持到把钱花完后支撑不住，回老家盘玛瑙骨灰盒去了。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把玛瑙骨灰盒卖了换点钱，但我已经没有兴趣知道。原本几十万在老家可以过得很舒服的，是他们自己不珍惜，可以说晚年凄凉纯属活该。每当他们缺钱了，又想整点幺蛾子，我就用个小3位数的赡养费羞辱他们，只要饿不死就行。人生嘛，有点小烦恼正常。而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女儿太漂亮可爱了怎么办？我看着戴着海蓝宝王冠，今天打扮得像个小美人鱼的秋秋，心想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生女儿天才。想罢，我捧起秋秋吹弹可破的小脸，吧唧了一口。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养女为了一个混混要跟我决裂，她说我们收养她是为了私吞她父母的遗产，只有混混才能给她真正的爱。我丈夫当场被她气晕，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养女借机把混混带进公司，蚕食了我丈夫留下的商业帝国。我被扔进了养老院，在院粪里死去。
我重生回到了发现养女徐晴偷改志愿的那天，在我的逼问下，她终于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叫孙毅，在学校里出了名的不学无术，高考自然没有考好。他家里托了关系，让他进了本地一所职校。而徐晴一向品学兼优，如果报外省，能上个不错的985。但是他为了能跟孙毅在一起，把自己的志愿改成了本地一所普通一本。我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女孩子，竟然从她的眼里发现了一丝恨意。是了，上一世她在跟我决裂的时候说：“你知道吗？这世上我最恨的人就是你。每次叫你妈妈，我都觉得无比恶心，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叫你，因为我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所以我只能蛰伏，一直到今天，我才可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说，他恨我在见他第一面时要他换掉身上的裙子，恨我不让他吃零食，恨我逼着他学钢琴学跳舞，让他没有一点自由。可是他第一次见我时，穿的那条裙子很脏，裙摆的蕾丝边也都脱线了。他脱下后，我给他换上了精心挑选的新裙子，还让家里的阿姨把裙子洗干净，又仔细补好之后放进了他的衣橱里。不让他吃零食，是我知道他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跟着大人饥一顿饱一顿，导致肠胃功能差。他来家里后，我严格控制他的饮食，家里的饭菜也大多换成了带食疗效果的，让他学习钢琴、舞蹈，只是想给他培养个爱好。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点才艺，等以后他进了圈子，至少能跟同龄人聊得来。原来他这么早就开始恨我了，而我却一直没有发现。我当然不愿意再为一个这么恨我的孩子铺路了。晴晴，如果你能保证自己将来不后悔，妈妈不会阻止你的任何决定。徐晴听完瞪大了眼睛，仿佛自己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如果是上一世的我，当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那时候我强硬地让他在沈家跟孙毅之间做选择，又把他送去国外常青藤读了金融。结果他在有了能力以后，毫不犹豫地跟我决裂。她当着我跟丈夫的面，拉着孙毅的手，一脸虔诚地看着他说：“孙毅，上一次是我对不起你，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会坚定地选择你。我爱你。”我气到扶着椅子才没有摔倒，可我的丈夫却心脏病发作，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吃过一次亏，我当然不会再吃第二次，我不会后悔的。徐晴说的斩钉截铁，随即又有些迟疑地问我：“妈妈，你真的？”“当然是真的，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我回了趟房间，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既然徐晴这么恨我，我自然要把话跟她说明白。我把文件袋递给徐晴，她一脸疑惑地接了过去。“你已经满了18岁，是时候知道一些事情了。我也不想再瞒你。”徐晴打开文件袋，从里面拿出一张存折和一沓A4纸。存折是你父母自杀前交给我的，里面的钱我一分没动过。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有处置的能力。剩下的是你父母当年死亡的真相，你看完就会明白。徐晴恨我的原因里，有一条是他一直认为是因为我没借钱给他家，才导致他家破产。在他父母死后，他又认为我私吞了他家的财产，而事实是，他家在资金链断裂后，我跟丈夫已经借给了他家7位数的资金。他爸爸最后一次来借钱的时候，我们表示了为难，如果再借钱给他，我们的公司也会面临危险。他爸爸声泪俱下，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于是跪下来求我们收养他。我们不忍心拒绝，就答应了下来。结果在精心养育了多年后，家里多了个白眼狼。
徐晴翻着资料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开口问我：“我爸爸的公司是因为经营不善破产的吗？我当年明明看到他跪下来，原来他居然连家里破产都算在了我头上。他不会脑补成自己爸爸是跪下来求我们不要再对付他家了吧？然后上一世夺走了我们沈家的公司，是觉得自己在替父报仇。呵，他跪下来是求我们收养你。”徐晴沉默了良久，眼泪从他眼中滑落，打湿了手里的文件。我抽了纸巾给他：“晴晴，都过去了，我们都得向前看。”他抽噎着回答：“我知道了，妈妈。”徐晴眼里的恨意消散，蒙上了一层愧疚，但很快就消失了。无所谓，我浮生之从不需要他人假惺惺的情感。没了我的阻拦，徐晴报了医学专业。她说自己要当救死扶伤的英雄。上一世我让她学了金融，毕业后就带她进了公司，给她引荐公司元老，送她坐上公司高位，还想着在上层圈子里给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谁想到她反手就背刺了我，把手里所有的资源都给了孙毅后，自己回家当了家庭主妇。我曾经给她介绍了几个人，都是我精心挑选过，有家世有礼貌的青年才俊，只是在每次见过面后，她都会皱着眉跟我说自己并不想要这样的。原来她最想要的，竟然是被人当成金丝雀一般养在家里。很显然，我介绍的那些人并不能满足她的要求。算了，人各有命，孙毅就是他的命。这一世，我最需要关心的是我的儿子沈观澜。在我没收养徐晴前，他是一个热情开朗、善于交流的男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了。他变得沉默寡言，金丝边眼镜后的眼睛里常年装满了阴沉。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的祸根都是我埋下的，是我让沈观澜多关心一点徐晴，他才会靠近他，温暖他，才会被他长年累月的洗脑，对我们这个家产生抗拒。也是因为我，才让观澜对徐晴爱而不得，满心的压抑无处释放。我的观澜，他在上一世放逐了自己，最后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孤独终老。幸好我有了可以改变这一切的机会。晚上沈怀清回来，我跟他说了徐晴的事情。他先是疑惑我为什么答应他胡作非为，但是在我说了观澜的情况后，他不再说话。怀清，我是怎么替晴晴打算的，你也都知道，但是我的这些安排已经束缚到他了。以前他还小，管一管还好，现在大了，再管就是我这个养母不知好歹了。我今天翻了下手机，观澜上一次给我打电话已经是1个月前的事情了，我好像忽略了他好久。沈怀清安抚地拍拍我的手：“观澜是男孩，独立点是对的，你也不要太担心。观澜这次留校，并不是帮老师做课题，他是在打算给自己报个第2学位。哦，就是那个他在高考后打算报考的建筑学专业。这孩子真够倔的。我打算去一趟京市，顺便接他回来。好，路上小心。”第2天一早，我收拾好行李，独自坐上了去京市的高铁。到达京市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我叫了车去观澜的学校，打算找他一起吃午饭。但是当我站在校门口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却没有打通。我拎着行李箱站在树荫下，叹了口气，看来修复母子关系之路有点漫长啊。阿姨，请问您是来这里找人的吗？我侧过头，看到说话的是个扎着马尾的朝气女生。我从学校里往外走的时候，就看到您一直站在这里，就过来问一下您是不是需要帮助。放心，我没有恶意的。我微笑地问他可不可以告诉我去金融学院怎么走。他没有告诉我，而是说可以帮忙联系我要找的人。
我在心里感叹，这个小姑娘不仅有善心，还很有警觉性。我找金融学院的沈观澜，你认识吗？认识，我们是一个班的。有戒心，但不多。我跟他说没打通电话，他热情地帮我打通了。不多久，观澜就来到校门口。他对我的到来显然很惊讶，但还是平静地跟小姑娘道谢后，接过行李箱，喊了辆出租车。上车后，我跟司机说了目的地，然后一路沉默。到了酒店，观澜送我到了房间，才开口：“你怎么来京市了？刚刚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在忙，就没接到你的电话。”说谎。他说后半句的时候，眼神转向了别的地方。从小到大，他一说谎就不敢看别人眼睛。他其实就是单纯的不想接我的电话。我叫了2份餐，然后不在意的回他：“没事，我就是过来旅个游，一个人。”我点头。对了，刚刚那个女生叫什么？他说你们是一个班的。她叫孙珏，是我们班的第1名。哦，看来她是个很优秀的女生。观澜的眼里满是欣赏。是的，她每年都能拿奖学金，还代表院里参赛，拿了不少奖项。门铃响了，开门后是午餐送到了。看着打算走的观澜，我指了指2份饭菜：“陪我吃个午饭吧。”他犹豫了下，最后还是坐了下来。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跟他坐在一起吃饭了，明明应该开心的，内心却一片酸涩。安静的吃完饭，观澜收拾了餐具，等工作人员来收。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行程本，说出了我此行的目的。我预约了接下来5天里京市各处的景点。在观澜震惊的眼神中，我伸出2根手指，2个名额。第2天一早，观澜就在酒店楼下等我，不过面上还是有点不情愿。没关系，我可以忽略。安排好的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我们出发前往第1站。下车时，观澜背好自己的背包后，又自然地接过我的拎包。这个景点是一处百年皇家园林，雕栏玉砌，巧夺天工。进来后，我们沿着曲折的回廊走了一圈，在一座凉亭里坐了下来。我从包里拿出2瓶水，给观澜递过去的时候，他正好给我递过来1瓶功能性饮料。尴尬2秒钟后，我笑出了声。我们还挺有默契。等下我们还是整理下各自的背包，不然你得一直拎双倍重的东西了。好。喝过水后，我环视了下凉亭，最后仰起头，仔细观看其顶部复杂瑰丽的花纹来。这样的纹饰在我们南方很少见啊。观澜点头。南北方的建筑风格有差异。他拿凉亭举例，开始跟我讲解南北方的风格，又只用3两句讲清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他的讲解条理清晰，幽默风趣，一点也不枯燥。我好像又看到了小时候天真无邪的观澜。我听得很认真，生怕漏掉了什么，也积极地给他反馈。我总觉得这一刻我不只是在听他讲解，更是在倾听他的梦想。观澜说完最后1个字，我赞许地给他竖了个大拇指。他的脸上有些不自然，赶忙喝了口水。旁边坐着的老大爷突然说话：“作，现在的年轻人呐，总觉得懂点东西就了不起了。”观澜顿时冷了脸，抿着唇没说话。我扯了扯嘴角，大爷是觉得自己懂的东西还没个小年轻多，丢人了。不过大爷把自己丢人当笑话讲给大家听，倒是很热情好客呀。京市果然不错，下次我还得再来玩玩。旁边有听到我们对话的游客笑出了声，大爷红了脸，带着侮辱性的话脱口而出：“年轻人这么爱走捷径，真是世风日下。”我脸上的笑容加深：“怎么，你走过捷径，所以一看就知道吗？正好现在人多，给大家伙都讲一讲好了。”
大爷被气得说不出话，指了我你了半天，最后被工作人员劝走了。回过头想跟关兰说接着逛，没想到他一直看着我。我摸了摸脸，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关兰摇头，不是的。我总觉得妈妈今天跟平常不太一样，确实不一样。我平时在她面前都摆着严母的架子，微笑着咄咄逼人的我，只会在公司的会议室里出现。那你觉得我今天是怎么样的？她思考了一会后，认真地回答我：很酷。我俩随即相视而笑。结束第一天的行程后，关兰把我送回了酒店，又叮嘱我要好好休息，才回了学校。之后的每天一早，她都会准时出现在酒店1楼等我，陪着我一起逛园林。是的，我预约的景点基本都是园林，本意就是想通过各式各样的建筑拉近我跟她的关系。当然，4天的时间过去，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我跟关兰的交流已经变得十分自然。发过去的消息，她也会很快回复。母子修补关系的进度大概已经有了20%。最后一天，我预约的是去看升旗仪式。我跟关兰到的时候，天蒙蒙亮，仪仗队已经整装待发，广场上乌泱泱的全都是人。关兰皱着眉头问我：“你不是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吗？”我在网上搜了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爱来看升旗，所以决定跟你一起来。没等我们聊两句，整齐的踢踏声响起，仪仗队出发了。人群瞬间鸦雀无声。仪仗队到达旗杆下，国歌响起，全场肃穆。鲜艳的红旗随着最后一个音符到达杆顶，全场又开始欢呼。我认真且严肃地看着养育了20年的孩子。关兰，读双学位会很辛苦，转专业吧，去读你喜欢的建筑学。他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瞪大了眼睛，直视着我。过了好一会，他才试探着问我：“妈妈，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我重复了一遍，他显然还是不太相信。我伸手指向飞扬着的红旗：“我在红旗下跟你承诺，我支持你去读建筑学。”关兰的脸上露出难以克制的欣喜。我终于再次见到了像这样会把情绪完完全全外泄的关兰。她抱住了我，激动地大喊：“谢谢妈妈！”我也紧紧回抱住了她。回去的路上，关兰仍然掩不住激动，不断地跟我聊天。她说着自己的规划，自己的梦想。她终于愿意打开心扉，把她的一切热爱都捧到了我的面前。这一刻，我无比感谢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我跟关兰说想请她的同学们一起吃个饭，她欣然答应，立刻就在群组里发了消息。为了体谅今天早起的我，关兰把地点定在了我住的酒店隔壁。趁着离中午还有点时间，我回房间补了个觉。等我醒来，关兰正好发了信息过来，说她跟同学们准备出发了，让我慢一点也没关系，她都跟大家说好了。我的心情说不出的愉悦。关兰即使被徐晴洗脑这么多年，骨子里的温良却没有改变。等我收拾好，到了包间，关兰跟她的同学们已经围坐在圆桌前了。见到我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微笑着让大家都坐下，不要拘束。大家又都客气地说谢谢，真是一群好孩子。见到他们，我都觉得自己年轻不少。我刚落座，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是吴婶打来的。接通后，他焦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太太，沈先生突然晕倒，现在送去医院了。您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心没来由地漏跳了一拍。不会的，沈怀清不会像上一世那样出事的。再说，时间节点也不对。我按耐住紧张的心情，镇定地回他：“吴婶，我会用最快的方式赶回去，辛苦你先陪着去医院，其他的事情
等我回去再说。吴婶答应后就挂了电话，我立刻联系助理，给我买最快的回程票。打字的手被轻轻包裹住，关兰语气温和地说：“妈妈，我们一起回去。”她跟同学们道了歉，把单买好后，扶着我往外走。临出门，有人叫住了我，转身一看，是孙觉，他手里提着几个打包盒。阿姨，我装了些吃的，路上别饿着了。我微笑接过，谢谢。回过身，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不是我要做比较，养了那么多年的徐晴，还不如只见过2次面的孙觉体贴。4个小时后，我跟关兰抵达了怀清的病房，他已经醒了过来，正在喝水。我坐到床边，给喝完水的他顺了顺胸口，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沈怀清轻咳一声，没有，我现在很好，检查也做过了，没有别的问题。我还要继续问。关兰插话，放心吧，妈妈，我刚刚问了医生，爸爸是真的没事了。我感觉自己的眼眶又开始湿润。哎，我这维持多年的女强人身份怕是不保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突然就住院了？我直觉这件事会跟徐晴有关，所以特意在关兰面前询问怀清。我要用事实瓦解徐晴给关兰树立的心墙，那面心墙不塌，关兰永远走不出徐晴带给她的阴影。怀清叹了口气说：“早上出门前碰到了拎着行李的徐晴，她说要去跟男朋友同居。我教育了她几句，让她做事不要太冲动，她还年轻，不要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然后她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说自己自从被收养以来就一直活得不自由，她早就不想待在沈家了。我被她的话气得心口发疼，直接就晕了过去。果然跟徐晴有关。拿余光瞥了一下关兰，她显然一脸不可置信，但是亲眼看着自己父亲躺在医院，又不得不信。怀清继续说：“徐晴也许是看到我晕倒了害怕，所以直接走了。幸好吴婶发现了我，把我送进医院抢救了过来。你也不用太担心了。”这话明着是说给我听的，实则是在说给关兰听。怀清在告诉他，徐晴是一个会把关爱了自己多年的养父扔下不管的人，他是一个人品低劣的人。果然，关兰紧皱起眉头，表情变得十分难看。过了会，他说自己想出去透透气，我猜他是想去给徐晴打电话，叮嘱了他几句，就让他出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跟怀清，他安慰我，别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气了。徐晴犯的错，迟早会受到惩罚，咱们且等着看，不要脏了自己的手。怀清说的对，因果循环，我是真不必给自己增加麻烦。至于徐晴为什么突然开始反抗，大概是因为我把他爸的遗产都给了他，有了这些钱，他觉得自己有了底气吧。就是不知道那7位数的存折够他在外自由多久。关兰再次回到病房时，脸色极其难看，估计是跟徐晴起了争执。我跟怀清对视一眼，都明白关兰对徐晴的信任已经开始坍塌。我按着沈怀清在医院里住了3天，把能检查的都检查了一遍后，才肯他出院。关兰看到我推着怀清满医院做检查，哭笑不得，开玩笑说：“我怎么才发现爸爸这么听妈妈的话？”怀清却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你懂什么？这才叫相濡以沫。”我笑着捶了他几下。3天后，我们一家3口回了家。短暂的相处后，关兰又回了学校，她要开始准备转专业的材料。之后的日子里，我限制了怀清工作的时间，很多材料都整理过一遍之后再给他看，也让他的工作轻松一些。关兰隔3差5的就打视频电话回来，除了关心我跟怀清的身体外，也会跟我们说说学校里的事情。他说自己专业转得很顺利，老师跟同学也都很支持他。
他也在努力补修学分。暑假快结束前，关兰回来了一趟，他肉眼可见地变得开朗了，身上背着的无形枷锁似乎也解开了，整个人变得无比挺拔。当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晚饭的时候，徐晴拖着行李回来了。她抚着小腹，冲我们温柔地笑：“爸爸妈妈，哥哥，我怀孕了，我们家要迎来新生命了。”我跟怀清收起了笑容。不到2个月的时间，徐晴就自由到了这个程度，简直匪夷所思。关兰显然也震惊到了，手里的筷子都没拿住。见我们变得严肃，徐晴突然委屈起来。她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带她去商场买衣服会委屈，给她零花钱会委屈，领着她去参加酒会也会委屈。她的委屈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我打破平静：“你的意思是要把孩子生下来是吗？”徐晴点头。“你的学业怎么办？”“我已经跟学校申请了休学，不会有影响的。”“孩子的爸爸呢？”徐晴的脸上闪过温柔。他知道我怀孕的消息后，说要给我们娘俩最好的生活，放弃学业去外地打工了。走之前，他让我回家好好休养。他居然在为自己的爱情沾沾自喜。没到法定结婚年纪，孙毅就让徐晴怀了孕，孕期还不陪在他身边，这么廉价的爱情，狗都会嫌弃吧？我垂下眼眸：“这样吧，你以前住过的家正好在孙毅家附近，我也早就买下来了，本来准备等你独立后给你的，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你现在就搬到那边去，正好也方便孩子的爷爷奶奶去看你们娘俩。我让司机送你过去。”徐晴一脸惊讶，像是听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话。“妈妈，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我反问他：“你现在不是站在家里吗？”“不是的，我是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在家里养胎？你是嫌我丢人吗？”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管什么时候，实话都是这么难听。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决绝地转身往门口走去。越到门口，他的脚步越缓慢。他在期待养父母心软，在期待曾经被他拉进泥潭的哥哥再一次心疼他。我跟怀清没有动作，关兰却在徐晴踏出大门的那一刻站了起来：“爸妈，这么晚了，我去送一下晴晴。”没等我们回答，他已经走向了徐晴。我的双手紧紧握成拳，努力了这么久，我都以为关兰不会再受到徐晴影响了。结果徐晴一流泪，关兰还是会忍不住去关心她：“徐晴啊，徐晴，你究竟要把关兰作践成什么样？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一家人？”怀清的脸色也不太好。我们随便吃了2口后就回了房间。没吃饱的后果就是会半夜饿醒。于是我来了厨房，结果碰到了刚回来的关兰。她问我怎么还没睡，我没理她，自顾自从冰箱里拿了燕窝出来，在桌边坐下。刚要吃，关兰把燕窝端走了。“妈妈，我去给你热一下。”看着她在厨房的背影，我突然觉得这个儿子洗洗还能要。关兰端了热好的燕窝过来，坐在了我对面。我刚刚送晴晴，其实是想劝一劝她的，结果她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上一次爸爸进医院，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要气爸爸，他跟我说他只是想跟真正爱他的人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怀疑他。我一边吃着燕窝，一边安静地听着关兰的心里话。晴晴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她说自己很害怕，所以我尽可能地陪着她。她看见我跟其他朋友一起玩，就会委屈地问我是不是不要她了。后来我渐渐地不再跟别人一起，我的身边好像只剩下了她。我也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她的话。她说这个家里很压抑，说爸爸妈妈总是买了她不喜欢的东西给她，还有很多很多。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徐晴把我的关兰伤害得这样深。我抬起头，
望进关兰澄澈的眼眸里，我到今天才发现，他说的话并不对。他追逐的自由跟我意识里的自由不一样，他要的其实是随心所欲，而我要的是选择。原来徐晴在关兰心中砌起的那道高墙，已经彻底倒塌了。我在心里雀跃，好孩子。关兰浅笑，之前让妈妈担心了，对不起。没关系，妈妈以前也没有做好，但我可以跟你保证，妈妈以后一定会尊重你所有的选择。新学期开始，关兰顺利转进了建筑学院，圈子里几个今年高考的孩子也陆陆续续迈进了高等学府，而徐晴则开始了待产生活。吴婶给我转述了小平层物业管家的话，徐晴在搬进新房生活的第2天，就把孙毅的爸妈接了过去，美其名曰一家人要好好生活在一起。原以为徐晴不会再跟我联系，没想到1个月后，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的声音很焦急：“妈妈，孙毅在厂里跟人起了争执，对方狮子大开口，如果不给500万，他们就会送孙毅去坐牢。现在能够帮我的人只有妈妈了，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有些想笑。在他眼里，我是个移动的 ATM 机吗？孙毅他难道没有父母吗？再不济，还有你爸妈留给你的存折，怎么样都轮不到我来出这个钱，我帮不了你。徐晴沉默了一会，妈妈，我知道你在生我气，你不要说气话好不好？我只是说了事实。徐晴，这件事情如果你们搞不定，我最多只能帮你找个好点的律师，让孙毅少坐几年牢。徐晴失笑，浮生之，你永远都这么冷血。然后挂断了电话。我看着手机漆黑的屏幕，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说我冷血，那上辈子霸占我家产，把我扔进老人院死去的你，很善良吗？没有如你所愿成为你跟孙毅的吸血工具人，我就冷血了，真是可笑。没过多久，有个生意场上相熟的老朋友突然给我来了电话：“福总，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啊？怎么500万都要问人借了？你要是急着周转，直接跟我说嘛，多大点事儿，怎么还要女儿给我打电话呀？”我眼皮突突直跳，徐晴竟然会一点不顾我的脸面，堂而皇之让别人看笑话。我只能陪笑，没出什么事儿。其实我也已经很久没联系到他了，他2个月前就在我家里闹着要断绝关系，我也没想到他会突然联系你。这种家丑，我也不好意思往外说。我收养他这么多年，从来都是好好的养着，我对他多上心，你也是见过的。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了。电话那头没了声音，因为他见过好多次我带着徐晴去商场、拍卖会，几乎可以说，我为了徐晴能一掷千金，别家亲生女儿也不一定有这待遇。今天打扰到陈总，我改天一定登门道歉。挂完电话，我疲惫地按了按太阳穴。我叫来吴婶，让他去打听一下孙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吴婶打听得很快，他告诉我，孙毅根本不是跟人起争执，是喝醉了酒单方面殴打别人。那个人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太行了，到现在还在 ICU 待着。孙家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族，根本拿不出500万，于是就问徐晴要。徐晴是有存折不错，但是自从把孙家父母接过去后，就阔绰地给他们买了不少东西，烟酒要上等的，首饰也要蓝血的，一下子就花了几十万。加上徐晴一贯的高消费，在家里给没出生的孩子置办的婴儿房，300多万的存款只剩下不到1/3，难怪他急切的需要钱。我闭上眼睛养神，是时候解除对徐晴的收养关系了。我吩咐助理安排一场小型慈善酒会，不用请太多人，但是陈总一定要请到。
同时又让吴嫂把酒会的事情透露给了徐晴。徐晴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可能从我这里拿到钱的机会。果然，酒会刚开始没一会，徐晴就闯了进来。我明明已经吩咐保安不要太为难她的，她进来的样子还是很狼狈，一身宽松的孕妇裙，头发也没好好打理，干枯的跟野草一样。之前跟剥了皮的鸡蛋一样光滑的皮肤，也爬了好几颗痘痘。原来这就是跟真正的家人在一起的样子。终究是我浅薄了。他冲着我跑过来，边跑边喊：福生之，你这个贱人，前脚说没办法帮我，后脚就在这里开酒会，你根本就没想过要帮我，你就是看不得我好。声音很大很刺耳，所有人都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我身形不稳，险些没有站住。旁边的陈总扶了我一把，他在我耳旁嗤笑：你养了这么多年，就养出这么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我堪堪站稳，朝他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可能是我给他的爱比不过他亲生的爸妈吧。我跟陈总的对话声音虽然不高，但足够让想听的人听到，包括徐晴。他开始发疯：你怎么可能比得过我爸妈？我爸可是救过沈怀清的，如果不是我爸爸，沈怀清早就死在10年前的车祸里了。你们沈家欠了我们徐家的，你凭什么不帮我？孙毅他只是逃了兵役而已，你动动手指头就能解决的事情却不肯帮忙。你们沈家这辈子都还不清我们徐家。徐晴没有说错，怀清10年前出了场车祸，当时刹车失灵，撞上了绿化带，但是他开的车很耐撞，人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而徐晴爸爸恰好经过，顺手把肋骨骨折的怀清拖出了车座，从此到哪里都说是他救了怀清。对这件事，怀清并没有多计较，也没有计较徐晴爸打着沈家旗号在外谈生意，那些生意也不过是些小打小闹。虽然他被拖出来的时候，断了的肋骨差点插进肺里，可惜徐晴爸并不是做生意的料，折腾几年后就破了产。我说徐晴小小年纪怎么就会给关兰洗脑了？原来洗脑是他们家祖传本事。在场的众人明显都被徐晴的一番言论震惊到了。不是亲生的，真的养不熟啊！我本来也想领养一个的，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确实，基因这种东西真的没法改变。徐大志当年打着沈总的名号揽了那么多项目，后来把自己撑死了。都这样了，沈总最后还是拉了徐大志一把。可惜徐大志自己害怕，跳了楼。福总怎么对这个养女的，我们也不是没看到过。当年也是在这里，福总给他开了个很盛大的认亲宴。这才几年，万般宠爱的养女就给福总捅了这么大一刀。沈总跟福总也是太过重信了。我没有喊保安，徐晴像只猴子一样被一群人围着指指点点。他似乎是要回怼，张了好几次口却说不出话，因为大家说的话都是真的，他根本无法反驳。他终于跌坐在地上，泪水爬满了通红的脸。从头到尾，我没有一句质问。我尽职尽责地扮演着一个被养女伤透了心的可怜女人，也让一场家丑变成人人对徐家的唾弃。最后，陈总叫了保安，把她架了出去。我侧过身子，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泪。徐晴这样闹一场，完全可以证实我跟她的关系恶化，无法继续共同生活，解除收养关系就会变得合情合理。吴婶打听了消息回来，孙毅殴打的人终于出了 ICU。不幸的是，受害者下肢瘫痪，再也站不起来。徐晴这边凑不到500万，受害者家属直接把孙毅告上了法庭。为了给孙毅减刑，徐晴去求了受害者家属，
把剩余的积蓄都给了他们，对方还是铁了心要告孙毅。徐晴灰溜溜的回来了，她现在过得很不好。孙家父母觉得是徐晴没有尽力救孙毅，成天在家里撒泼打滚，闹得鸡犬不宁。其实徐晴真的尽力了，一只刚从富贵窝里飞出去的金丝雀，哪里懂得那么多人情世故。最近吴婶接到了好几次物业管家的电话，说投诉的人太多，让他们不要这么闹。吴婶气到不行，我给她包了几个红包，才安抚住。又过了1个月，吴婶接到了徐晴的电话，通完话后一脸的伤感。我问了才知道，孙父酒后对徐晴动手，孩子掉了，徐晴住了院，但是孙家父母没有一个人去照顾他，没办法，最后只能给吴婶打了电话。我感叹了句孽力回馈的真快，又给吴婶包了个红包，让她去医院给她找个护工，就当是做慈善吧。吴婶去了医院，回来之后一脸惋惜地跟我说，徐晴现在整个人瘦得脱了相，一看就知道根本没有被好好对待，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想的，在家里生活有什么不好，非要出去谈什么恋爱，找的对象也不怎么样，一家子都什么人啊？我摇了摇头没说话，自作孽就不活。几天后，吴婶说护工给我带了个消息，徐晴想见我。我思考了一会后，点头同意了。有些事确实要说明白。隔天上午，我抽空去了医院，病房里，护工在陪徐晴说话。护工给我搬了把椅子过来，就出去了。我坐下来，看着半靠着的徐晴，你要跟我说什么？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还可以喊你妈妈吗？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可以。她的眼眶顿时变红。是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我还是拒绝。不可以，这么轻易就原谅你的话，那我们沈家一家3口凄惨的上一世算什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呢？我回去做你的乖乖女儿不好吗？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对不会忤逆你。徐晴又哭又笑，有点疯疯癫癫的。你要我原谅你什么呢？原谅你一边享受我给你的优渥生活，一边转身就跟同学哭诉寄人篱下很痛苦，还是原谅你离间我跟关兰的关系，让他变得自我厌弃？还是你自以为是的，企图在成年后夺走沈家的财产，完成对沈家的报复？这些事情，哪一件值得我原谅？徐晴收了眼泪，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你都知道？当然知道。下一秒，他握拳重重捶在病床上，嘶吼出声。你什么都知道，所以你是故意同意我跟孙毅在一起的，对不对？我就说，按你的性格，根本不可能答应。你看到我现在这样狼狈的样子，很开心是不是？我按了按眉头。我只是给了你想要的自由跟爱情。你说在我家里不幸福，怎么？你自己选择的爱人也没能给你幸福吗？徐晴怒吼一声，用力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你别说了，这就受不了了。你现在对不起的又是什么？是对我，还是对我能给你的物质条件呢？我让你别说了啊！我静静地看着他一下一下捶打着病床，歇斯底里的发疯。不知道过了多久，徐晴才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真的很讨厌你们家，你们每个人都那么风光霁月、高高在上的，不像我们家，穷苦出身，靠着你们才翻了身。后来家里破产，你们收养了我，我就更讨厌你们了。我讨厌你给我买东西，眼睛眨都不眨的样子；讨厌沈怀清为了能让我进重点中学，给校长敬酒的样子；更讨厌沈关兰把我护到身后，保护我不被欺负的样子。你们做这些都是在可怜我、施舍我，我根本不需要。我忍不住插话，所以你需要孙毅带你体验打架斗殴的爱情。
需要孙毅父母带给你非打即骂的亲情。徐晴，你怎么会这么下贱？徐晴不再说话，躺倒在床上，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我从包里拿出解除收养关系协议书，递了过去。话已经说到这里，我们也不必再留着这一点关系了。徐晴缓缓坐起来，满脸灰败地签了字。是啊，再留着就没意思了。我收好协议书，起身离开了病房。反手带上房门的一瞬间，我才终于觉得这一场闹剧完结了。多年后，关澜顺利从建筑学院毕业，创立了国风设计公司，把民族瑰宝发展并传承下去。怀清非常支持他，策划书都是他连夜写好的。我把孙觉带进了公司，他简直是个金融界的天才，很多事情一点就通。幸好我提前遇到了他，不然我跟怀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退休。至于徐晴，他在出院后想把孙家人赶出去的，但是那两人耍无赖，逼得徐晴一气之下把房子低价卖了。后来他开始独立生活，也没再联系我们。休学1年后，他去了高校报道，这几年里也还算安分，没再惹出什么麻烦来。再次见到徐晴，是在我跟孙觉常去的商场里。她的神色不像20多岁的女生，穿着也跟这个商场格格不入。身后跟着的孙毅也是。孙毅当年被告上法庭，坐了几年牢，没想到他出狱后又跟徐晴在一起了。徐晴一眼就看到了我，眼中闪过惊喜。看到我没有反应后，惊喜迅速褪去，他加快脚步想离我远一点。孙毅却发了牢骚：“你走那么快干嘛？不想给我妈买礼物吗？你当了医生，每年赚那么多钱，几万块的礼物都不给我妈买，你怎么当的儿媳妇？”徐晴停下来，想制止孙毅，没想到孙毅的火更大了。我当年出去挣钱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你毁了我，当然要弥补我，弥补我家，这都是你欠我们家的。这话可真熟悉。当年徐晴朝我射过来的子弹，最终射进了他自己的心脏。争吵很快引来了安保，两人都被带了出去。被架着的徐晴回头看了我一眼，恰好我手机响了，我也就没能给他眼神里的无助一个反馈。关澜给我发来了消息，说他刚刚拿了设计师奖，晚上回去跟我们一起庆祝。我开心地回复了之后，挽着孙觉往徐晴的反方向走去。那里有人泊好了车在等着我们。重来一次，所有的人和事都回归到了原位。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